大家好，在介绍天然介质土之前呢，先来看一下青葱的现况与采收啦。其实这已经是有点是纪录片的感觉了，毕竟许久之前呢就已经开始采收了啦。由于现在已经度过了雨水期进行采收后呢，可以将还没长到粗壮的青葱呢进行分株，并且再种深一点这样也算是顺道调整，让葱柏可以长到更长一点的方法。而葱的品种呢，最好也顺道改成适合秋冬的品种我们这里是都改成种植俗称客家葱的品种为主了。客家葱会比较清甜细嫩若是坚持不换品种的话呢，就得提早采收，来避免产生开花的现象。在做天然介质土之前呢，把这条便道的杂草与杂土清除一下因为清除的杂草，这只小黑狗呢就改到这防虫网上睡觉这也是个人觉得如果防虫网没有搭高一点是没有办法防狗的原因这只黑狗呢也算是非常神奇每次一来呢，它没多久就会出现了。由于时常被问到个人种植的介质土是如何调配的，老实说呢，因为觉得越自然越好个人大都只是利用现场可用的素材进行调配而现在的做法呢，则是凭想象与经验顺道做出来的因为这是封闭的空间所以拔除的杂草就可以带土摆进去了。甚至可以将一些杂土呢，也都摆进去进行阴干而基于种植作物采用多样性的原则时呢，可以让自然生态更为完整因此，在做天然介质土时呢，杂草与土壤多样性也很重要所以杂草的选择呢，就可以到处搜刮一点而这有一个理论基础也可以间接获取到不同位置的土壤当你发现某个位置或是别人家的菜地呢，总是长得特别好那就可以取一些该处的土壤来改善自己的种植区因为该处的土壤呢，可能有特别的微生物菌才会在自然农法下呢，却可以有不容易得病又长得好的特性而这只要取一点土壤，让微生物慢慢繁殖日后原本种不好的作物呢，就有机会获得很大的改善这算是最简单又直接的方法，也比自己培养微生物菌更为省事而在铺设新的杂草前呢，将阴干的杂草进行一次翻动这是在做脱土的动作让土壤与原来的杂草分离让杂草有基质化之外呢，也让土壤在下层进行活化而这些过程呢，其实是在模拟一旁的天然环境一旁的区域呢，在没有浇水更不可能施肥的条件下呢，杂草总是可以快速增长出来这跟地上的天然养分显然脱不了关系当这巢内已经开始出现养分时呢，就可以确认土壤已经活了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了。首先要添加进去的是养分比较低又比较沙质的土壤，除了顺道清理这些很轻的沙质土也要恢复这些土壤的活性依据研究显示呢，平均20年才有办法形成1公分的天然土壤而要在自然转化成好用有效的土壤呢，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相对于大地呢，脚下踩的这2-3公分厚的土壤呢，就比自己的人生还长实在是有够渺小因此呢，不管对于土壤或是土地真的是得之不易能保留就尽量保留这对于居住在都市的人呢，应该更有感光只是需要一点田里的土壤呢，
就得花时间跟金钱去取得啦。在进行添加沙质土壤前呢，先将日前堆砌的杂草做翻起的动作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呢，底下已经脱土的土壤呢，土壤的样貌是真的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再将这些杂草进行翻面的动作把杂草的根系反向摆在上方这样就算杂草生命力再强大也不可能会逆天生长了。接着将这些沙质土壤先拿来进行第一次覆盖这与一般自制介质土的方法有点差异因为是顺道要将这些沙质土壤养活，所以并不进行搅拌这下方已经有活性较高的土壤了，所以呢，现在要做的是在上方再覆盖上一层非常肥沃的土壤这黑土的结构呢，是来自带土杂草堆砌而成的。堆砌过程呢，将上方的杂草不断烧成草木灰熟知个人种植环境相对位置的观众朋友呢，就知道这是很费工的影片从前院搬到后院真的是有一点距离不过这是在做介质土的概念说明如果您有空间呢，却没有肥沃的土壤可以再覆盖一次那就得等上一些时间让它自然发酵了。不过阴干或是先行晒干杂草还是可以缩短所需掩埋的时间而这肥沃的土壤呢，因为已经堆砌了近1年半除了草木灰的结构外呢，内部也有很多的养分跟蚯蚓外加这原本是比较湿黏的田土所以将土块拨开后呢，仍有很好的团粒结构啦。此时先不用将土块分离得非常细碎如果只是要进行养土呢，至少1星期得进行浇水一次而若是要想直接进行种植呢，建议先选择叶菜类就好了。当然，这样直接拿来育苗呢，也算是很好的利用在进行撒种前呢，可以先将团粒比较大块的土块呢拨到一旁撒下种子后呢，再将大团粒土壤捏碎拿来做覆土的用途现在可以先观看一下石柱旁的杂草经过10天后呢，草长得很凶之外内部的结球莴苣跟青花笋也跟着长出嫩芽了这再过几天呢，就可以将结球莴苣移植到反季节种植区而青花笋呢，则需移植到防虫网内部生长谢谢收看。